Hello， 大家好，我是31。今天要做的教学呢，是画出你自己的缠绕风格相框。用到的材料呢，有带针笔、纸笔跟铅笔。那首先我们在纸面上呢，点4个点，画出一个大的正方形。然后呢，在这里面的内部，再分别画出2个小的正方形。那今天作图的范围就会在这3个正方形当中。现在呢，我们用有点新月的形状呢，在中间的正方形的周围呢做一点装饰。这个图样呢，并不是官方图样，其实就是我想要画什么我就画什么。那运用一些光环啊，还有缠绕常常用到的重复的技巧，把正方形的外围呢去做一个补满的动作。那正方形的外围呢，填满呢会有一种花边的效果，所以你想要画叶形啊，或是半圆形都可以。那半圆形的新月画完之后，它中间因为我有留一些区隔，有留一些间断的部分，所以我会填入一些像是M 的那种感觉的小线条。那半圆内的图样呢，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去随便的画。其实画缠绕画就是让你自己随心所欲。然后我们在4个角呢，我会分别塞入4个不同的叶形做出一点比较大形状的图样因为我觉得大形状的图样它会让画面的分量感呢重一点。会发现说呢，我在画的时候呢，用到的图样都是非常的简单的常常用到一些叶形啊，或是一些圆形啊，这些都是大家本来就已经会的图样，你画起来的难度就不会太高。然后我们在叶形当中呢，用线条去表达出它一些阴影的效果，然后再把周围的地方呢填满。接着我们又可以开始回去装饰一下刚刚已经画好的外围。那缠绕画常常用到的一些重复前面的线条，画一个光环的技巧呢，在这边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利用它。然后大家就可以继续看教学示范，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来闲聊一下啦。好，在画缠绕画，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常没有做太多准备好说等一下画的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画的时候我就会临时的去加。有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画到说每一个它的间距啊都很完美，那所以加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对称。
那我通常会等到画完之后，我再去看一下，如果有不对称，或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怪怪的地方的时候呢，再看有没有办法的去把它补足。好，所以如果说一开始啊，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不用太要求说我一定要达到它的比例很完美啊，因为完美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有压力啦。那画缠绕画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嘛，所以画的时候你就先以说我能把这张画完成为前提来做进行。那我现在用到的是一个线条间断的一种有点闪烁的效果。你们这边可以看到呢，我开始呢去用一些线条来做半月形的光泽，只是很不好意思的是，我自己在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手挡住了图样了。好，所以你们好，这边比较没挡住，你们知道就好了哈。我现在在看我画的这个图的时候，我会想到那时候在画的时候内心的纠结，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时候画的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就一直在想说，哇，天哪，我等一下要怎么把它改好。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呢，如果开始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画的好像有点奇怪啊，怎么办啊？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去改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就是我自己内心在纠结的部分，因为我刚刚在画那个半月形中间加那个小米粒的时候呢，我的比例呢是不对的哈，因为我有的空隙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塞了2颗，以至于没涂黑前还看不出效果，涂黑之后呢，它整个看起来就是有点奇怪呢。不过没关系，这时候我想到了，我可以用小小的小黑圈去把它补满补满，让它看起来黑乎乎的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感觉说好像你刚刚画的怪怪的好，那现在我们把中间的地方呢，去用线条把它补满，然后框出我刚刚留的线条让它看起来更有那种相框凸起来的效果。这样大致呢，我们整个相框的架构就完成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来上阴影了。好，那阴影的把握的前提一样，就是我们由浅到深一开始不用画得太深，就慢慢上。那等到觉得不够的话，就再去补强那也都是看个人啦。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下手比较重的人，对，所以我的阴影通常都会比较吃一点重咸。那如果说你是喜欢比较清新啊，比较不要那么颜色那么对比那么强烈的人的话呢，阴影呢就可以轻轻的上就好了。因为有时候阴影没上好很容易看起来很脏然后就会又要开始想，哎呀，天哪，要怎么去把它补救那这也是蛮有趣的过程了。毕竟来画缠绕画的大部分的同学呢都不是专业的嘛，所以在每一次画的过程中去补强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时候我们内部的阴影也要开始上了然后做出一点立体的效果。
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看色的部分有的地方呢比较被盖住了，我就会用带针笔再去把它稍微的描一下，好，让它线条看起来更明确一点。接下来会用到一些色彩的部分，那会用到绿色的带针笔，然后还有一支白色的比较白一点的白笔，然后跟水笔。那上面的那2个呢是有人送我的水彩，好，那今天就来顺便试用一下。那在里面呢，我们就画出线条很简单的仙人掌，然后再给它一个地面哈。这个里面你不一定要画仙人掌啦，你可以画你自己喜欢的小花啊、小草啊都可以哦，或是缠绕的图样也行。那因为我最近蛮喜欢仙人掌的，所以今天就来画个仙人掌。好，然后稍微上一点颜色呢，可以让你的画面呢更好看。那你可以不一定要用水彩，可以用色铅笔啊，比较好掌握一点的色铅笔。那注意的重点就是你在画的时候，如果你要上色的话呢，尽量呢我们就把握跟画阴影一样，由轻到重，不要一开始下手就太重。好，这时候我会用绿色的带针笔在上面呢点出那个仙人掌刺的部分。带针笔其实有很多颜色，稍微要找一下外面比较难找买到的，在网络上还蛮多的。那么用白笔呢加出一些亮面，然后很 gay 掰的，我会忽然想要再加一点天空的颜色，这样基本上就完成。那可以用如果你有买一些灰色的酒精性的笔的话呢，可以把它加在阴影的地方去做强调，不一定要这支Tombow 的也可以，然后或者是马克笔也可以这种灰色的色调的笔还蛮适合做阴影的强调。然后现在我自己又觉得好像有点空虚啊，是不是干脆把周围也上颜色呢？所以我自己又再加了颜色了。那你颜色尽量就不要选得太跳痛就是你刚刚用过什么颜色，像我刚刚仙人掌里面用过了红色啊，用过了天蓝色，那我在外围的时候呢，我尽量就不要超过这个色环然后就慢慢的去做一些晕染那水笔啊，像我现在用的这支笔就是水笔里面是可以装水的。它的好处就是你在画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很轻易的做一些水的拖拉不用一直去沾水，很方便，很适合拿来画缠绕画的上色跟你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做一些速写啊，或者是做一些手账的话，很适合入手一支水笔然后这样签名就完成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或是帮我按订阅，按下小铃铛，可以随时追踪我们最新的影片消息。像我们的 FB 搜寻 Cloud Tango 云绕创意，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开课资讯。我们下次见喽，拜拜。